爱不是只有光，也包括你愿意抱住的黑。我们都以为爱是光亮的，是温柔的，是稳定、甜美、疗愈、和煦的。我们习惯追求那样的爱，也努力让自己变成那样的人。我们说话要好听，情绪要收敛，想法要正向，状态要稳定。我们不敢太乱、太黑、太重，怕一不小心就被看见不够好。但亲爱的，那不是完整的爱，那只是我们学会了怎么让自己看起来值得被爱。而真正的爱，从来不只属于光，它也住在你愿意抱住的黑里。在你愤怒时，还愿意不离开自己；在你崩溃时，还能说一句“我陪你”；在你乱到不知道怎么说出口时，还能给自己一点呼吸空间。那是爱最深的样子，不挑状态，不设条件，不因为你低落就把你推开，不因为你不够好就开始批判。光是让你看见自己的部分，而黑是邀请你去接纳尚未被爱的那一块。两者缺一不可。爱若只有光，会变成表演。你只会在状态好的时候敞开，只会在稳定的时候愿意相信自己值得。但一旦你乱了、哭了、怕了，你就又关上了。真正的自由，是你能带着黑也敢被爱。真正的爱，是你能说我这样也可以被拥抱。你不用切割自己，不用只留下好看的那一半，你可以带着全部的自己，一起走进爱的能量里。因为黑不是错，它只是你灵魂还没来得及照亮的角落。当你愿意去，愿意看，愿意抱，那里就会开始发光。不是因为你用力改变了它，而是因为你没有放弃它。你不再把自己分成可爱的、不可爱的，有价值的、没价值的，你让一切都被包含。这才是爱真正的力量。它不是让你变得更像谁，而是让你更像自己。而你只需要这样问自己：我今天有抱住我那块黑吗？我今天有陪那个还在怕的自己一下下吗？如果有，那就是爱。一点一滴，慢慢的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不逃，越来越稳，越来越自由。因为你终于明白，爱不是只有光，也包括你愿意抱住的黑。当你信任每个情绪，宇宙就开始为你铺路。你是不是也曾这样想？我要稳定，我不能乱。我要维持高频，才配得上祝福。于是你学会压下情绪，转念思考，快速让自己好起来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那样的你很累？你内在的能量不是被转化，而是被塞住了。那些你说服自己没事的情绪，其实都还在你心里等着你回头。不是要来打乱你，是想被你信任。情绪不是错误，是讯号，是灵魂正在和你对话的方式。你愿意听见多少，宇宙就能为你铺路多少。你愿意感受多少，宇宙就能准确回应你多少。因为你正在说，我在这里，我活着，我愿意经历，我愿意参与。当你信任情绪，你也在信任生命的智慧。你不再急着把一切分类，这是好感觉，这是坏感觉，
这个可以留下，那个要快点清除。你开始看见，每一种情绪都有礼物。悲伤教你什么叫做放下，愤怒让你看见界限的缺口，害怕提醒你靠近了转变的门，混乱则告诉你旧的已经不适合了。情绪是你与宇宙对话的语言，你越愿意信任它，宇宙越会知道该怎么回应你，因为你给出的是真实的频率，不是你想表现的样子。显化不是演出，是诚实的存在。你不用完美才值得被帮助，你只需要真实的在场，在场的陪自己哭一场，陪自己静下来，陪自己乱完以后，不责怪，不逃走。这样的存在才有力量，才有磁场。你不再怕情绪，你开始懂得使用它，转化它，让它成为你灵魂道路上的指南针。而宇宙也开始铺路，因为你已经不再掩盖真相。你在对宇宙说，我准备好了，我愿意承接真正属于我的生命。当你这样做，你会发现路开始明朗，人开始靠近，爱开始流动。你不再硬撑，而是被能量自然托起。不是因为你控制得好，而是因为你真诚地活着。当你信任每个情绪，宇宙就开始为你铺路。不是因为你没有情绪，而是因为你终于允许自己完整。不安不是阻碍，是能量的起点。你是不是也曾说过，我现在的状态太不稳，等我好了再来创造？你以为要先稳定，才能行动，才能显化，才能前进。所以你开始压下那份不安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。但亲爱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不安本身就是能量正在聚集的证明。不安不是错，不是你还不够觉知，也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它只是生命在提醒你，你快靠近改变了。它像一个讯号，在你内在敲门，说旧的结束了，新的还没展开，但你正在路上。不安是转化前的频率，是灵魂在移动时的能量震动。它不是阻碍，它是起点。真正的行动不是等到没感觉才开始，而是带着感觉也愿意开始。你不需要先变得完美，你只需要相信，我现在这样也可以踏出一步。不安不会阻止你，是你抗拒不安，才让自己卡住。当你愿意说，我不确定，但我仍然前进，你就在转化了。你让能量流动，让自己的频率开始产生动力。不安本身没有重量，它只有你赋予的意义。你若视它为敌人，它就变成压力；你若视它为讯号，它就成为力量。你开始更敏锐地看见自己的边界在哪，渴望是什么，哪里需要勇气，哪里可以放手。那是一种觉醒的前奏。不安是过渡带，是从旧能量过渡到新能量的桥。越靠近蜕变，越容易感到不安，但这不是停止的理由，是前进的线索。你不需要强迫自己镇定，你只需要对自己说，我可以带着不安走路，不是等它不见才出发。这样的你，是真正在创造的人，因为你允许生命的全部。你不逃避，
不装作，也不迟疑。你知道真正的力量，不是没情绪，而是你能带着所有情绪，也愿意走。请你记得，不安只是能量的起点，不是终点。它不会永远停在你心里，它只会提醒你，你正在变得更靠近真实的自己。你每一次跨越它，你都在拓宽自己的能量场，你都在告诉宇宙，我准备好了，我愿意。这样的你，即使不完美，也无比强大，因为你选择了相信自己，胜过相信恐惧。当你敢哭，灵魂才有路说话。你是不是也曾经压下眼泪，只因为不想让别人觉得你脆弱？你说，我应该要撑住，我不能情绪化，我再哭就没有人会靠近我了。于是你收起那些感觉，笑着说没事，理性的解释一切，把所有波动锁进身体里。但亲爱的，你知道你锁住的不只是眼泪，还有灵魂的声音。灵魂不用你完美，它只需要你诚实。而哭，就是你对自己最深的诚实。当你愿意哭，你就在说，我选择不再压抑，我选择让自己真实存在，不是情绪失控，而是一场灵魂的打开。哭是灵魂说话的方式，你不哭，那些卡住的能量就没办法移动，那些被遗忘的情绪就没有出路，那些压抑太久的爱与痛，就只能静静地困在身体里。你以为你在控制，但其实你在关门，你在关注灵魂走进来的那道门。哭是你帮灵魂打开一条路，每一滴眼泪都是你在清出空间，让更大的爱能流进来。你越敢感受，灵魂越能靠近。不是因为哭解决了问题，而是哭让你不再与自己分离。那是一种整合，是一种召回，是一种说，我选择陪自己走这段黑夜。灵魂最爱的不是你的光，是你在黑里还愿意不离开自己。哭是你最深的忠诚，是你愿意陪那个受伤的小孩坐在地板上不说话，只是静静陪着他哭。那一刻，你不再只是求解答的人，你变成自己最深的疗愈者。当你这样存在，整个能量开始改变。你不用说什么，灵魂会知道，啊，他回来了。你也会发现，哭完以后，有些东西松了，有些想法没那么重了，有些爱开始可以进来了。这不是软弱，这是打开。你敢哭，表示你不再逃避感觉。你敢哭，表示你开始相信，我的存在，无论什么样子，都有价值。而这样的你，才是真正与宇宙对平的你。当你敢哭，灵魂才有路说话，也才有空间帮你铺路。因为你不再关门，你开始接纳自己是完整的，不完美的，却仍值得被深深爱着的。接住自己的阴影，才看得见真正的光。你是不是也曾这样对自己说，我要成为更好的人，我要让自己发光，我不要再乱了。你努力阅读、练习、修正自己，你学习放下、调整频率、对齐灵魂。但有些时候，
你却在内心深处感到疲惫。你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做了这么多，还是有东西卡在心里。你以为那是不够好，你以为那是尚未进化的负能量，但亲爱的，也许那不是你该清除的东西，而是你该接住的自己，那个你一直以来视为阴影的自己，其实一直在等你拥抱，不是改变它、转化它、提升它，而是看见它、理解它、陪伴它。阴影不是敌人，它是你灵魂里最诚实的回声，它藏着你没说出口的痛，你没允许存在的怒，你害怕被拒绝的渴望，你为了爱而压抑的真实。当你不再对他说你不该存在，而是对他说我听见你了，他就会慢慢松开。你不用急着让它发光，你只需要愿意陪它做一会。阴影会说话，它会带你走进灵魂的深处，带你找回曾经被你遗落的自己。那些你以为已经放下的，其实只是在角落等你回头。而当你愿意回头看，你就会发现，那里藏着你最强大的能量。你接住多少阴影，就能承接多少光。真正的光，不是没有黑暗，而是在黑暗里你还愿意不离开自己。你越能承认自己也会怕、会乱、会想逃，你越能站稳内在的力量。你不再假装稳定，你变得真实。你不再害怕崩溃，你知道那只是能量要重组。你不再急着好起来，你开始学会好好陪伴。而这样的你，才是真正开始闪光的你。不是因为你完美，而是因为你完整。你有光，也有影。你会爱，也会怕。你会绽放，也会关门。你不再分裂，你选择拥抱。当你愿意接住自己的阴影，你才会看见，原来真正的光，不是在外面闪耀，而是在内里静静地亮起来。你会发现，光不是要你变得更好，而是你愿意回到更真。那是一种你无法表演的状态，是一种你只能经历的回家感。这样的光不会短暂，因为它不靠维持，它靠你诚实的存在。所以请你记得，每一块阴影都是灵魂为你预留的爱。当你接住它，你就拥有了真正的自由。泪水是你与宇宙之间最诚实的祈祷。有时候，你不想说话，不是因为没话可说，而是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。有时候，你静静坐着，就突然红了眼眶，你也说不上为什么，只是心里好像有个声音，一直说我好累。你没有办法整理出逻辑，没有办法像平常那样条理分明、坚强果断。你只是想哭，但你忍了，因为你怕一哭就停不下来，怕别人看见，怕被误会是脆弱、不够修行、不够光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种能量，比语言还真实，比思考还靠近宇宙，那就是你的泪水。你不需要组句、造词、理清意图，你只需要诚实地让它流出来。那是一种灵魂在说话的方式，是你与宇宙之间最诚实的祈祷。你说的不是字，你说的是感受，是放下，
是愿意被看见，而宇宙听得懂。每一滴眼泪都是你灵魂在呼唤更深的爱。它不是脆弱，它是开门。你越敢哭，你越打开自己的能量场，你越让自己诚实，你越让宇宙有机会靠近。宇宙不是回应你演出来的样子，它回应你最真实的震动。你越真实，它越准确地给你需要的。所以请你别再忍，别再把那些想哭的时刻葬进笑容里。那不是成熟，那是隔绝。你以为你在稳住，但其实你在关门。而哭才是打开，打开你与自己之间的感受，打开你与宇宙之间的桥。那些流过的眼泪会变成你脚下的河，载着你流向你该去的地方。你哭过的深度会成为你之后爱的容量。你愿意流多少泪，你就能承接多少祝福。因为你让自己诚实，你让能量真的流动了。哭完以后，你会更清楚你想要什么，你要放下什么，你再也不愿妥协什么。那些清明是从泪水而来的，不是从控制得来的。你可以相信，宇宙记得你的每一滴眼泪，那是你最深的祈祷，最安静的信任，最不需要语言的呼唤。你只需要允许自己在该哭的时候好好哭。你不会变弱，你会变得更透明，更清澈，更强壮。因为你不再假装，你回到了灵魂真正的模样。而宇宙会在你哭完的那一刻，轻轻地开始铺路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